对于美国众议院做出的台海兵器推演，岛内退役将领居然认为这登陆台岛的8万解放军是逃过来的，是专门过来找吃的。来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前些时候，针对未来可能到来的台海冲突，美国众议院专门进行了一场兵器推演。在这场推演中得出了一个结论，虽然解放军的80艘大型战舰被美军击沉了，但是还有8万解放军成功登陆台岛。这话的潜在意思也说得很明显了，台军在这场冲突中被团灭了，因为解放军都8万人登岛了，那用来阻挡解放军登岛的台军肯定都被打光了，这才能让解放军成功登岛。但是这话在岛上某些专家眼中看来就不是这样了。比如说这位叫做土房哥的台军退役少将于北辰，这名专家之前就传出过一个非常经典的言论，台军自研的天宫导弹是70%的拦截率，那这样的话，只要发射3枚天宫导弹，就能实现210%的拦截率，并且为了使这个解释强行合理，还扯出了三角形是最稳定的，所以发射3枚就能实现完全拦截这番话。有没有道理先不说，这忽悠能力确实是顶尖的。现在这名专家又放出了新的言论，称虽然美国的兵器推演中有8万的解放军成功登陆台岛，不过这些人是因为战舰被击沉了，是大船换小船，是一路逃过来的，这8万人是上来找吃的。说完这话，于北辰还强调了，这就是为什么台军要加强民防的原因。解放军这8万人上岸了，要找东西吃，而这吃的东西又该在哪儿找呢？自然是从这些岛内民众的家中找了。因此，这8万解放军上岛后，第一时间要做的就是冲进岛内民众的家中找吃的。而在这时，台军加强民防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全副武装好的岛内民众，面对这饿得找饭吃的解放军，肯定是能够做到压制的。也不知道这找吃的到底是谁找才对。岛内的鸡蛋荒到现在都没解决不说，台军士兵连饭都吃不上。前些时候，士兵叫着1个月没吃过肉，只能靠吃白米饭配罐头来果腹。现在又被查出来，有军官在军队口粮上做手脚，将采购的军粮全部都扣押，然后反手卖给岛内的商人，让自己赚得盆满钵满。士兵们却只能饿着肚子来站岗。如果说真到台海冲突了，恐怕岛上的士兵才是第一个站出来找吃的。至于这8万解放军是因为打不过美军一路逃上岸，这一点就更扯了。在美国众议院的兵器推演中早就说了，由于担心受到解放军反舰导弹打击而导致军舰沉没，所以美军的航母编队并没有进入到中国领海周边，而是停靠在了远离中国周边的海域中，为的就是防止被解放军的反舰导弹击沉。既然美军的航母编队没有进入中国周边，那美军是怎么做到击沉解放军这些战舰的呢？按照美国众议院的话说，是美军动用了远程打击手段，但是并没有说这种远程打击手段到底是什么武器。而按照解放军的作战方式来看，如果美军想要出动战机进行空中打击的可能性也很低，因为解放军会在第一时间把那些能够直达台岛的美军基地都摧毁掉。像菲律宾对美军开放的9大军事基地，就有不少是解放军的目标。没了战机进行空中打击，航母编队也因为担心被反舰导弹击沉而不敢接近，那么就只剩下一种可能了，远程导弹。也就只有通过把远程导弹部署在哪些不易被发现的地方，等到战时发射，这样才能够做到摧毁我军的战舰了。但这时问题同样来了，难道我军不会进行拦截吗？在导弹这方面，我军投入的研究可不少，除了打造出了没有任何防空系统能够拦截的东风系列高超音速导弹之外，还进行了多次中段反导试验，成功率目前排名世界第一。
美军想在周边发射远程导弹摧毁解放军战舰，还一次摧毁这么多，想的怕不是有点多。解放军的这些战舰又不是一个个的活靶子，任人宰割。对于那些从美国本土发射而来的导弹，那就属于战略武器了。美国也知道动用它的后果是什么，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可能动用的。所以说，这8万登岛的解放军只能算是一个先遣部队罢了。解放军真正的敌人还得是美军，派出个8万的解放军登岛，已经足够解决岛内的战斗了。